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真实的一部伪纪录恐怖片。如果不是因为我看过导演和演员的简介，我一度以为这是部真实纪录片，因为它不像其他传统伪纪录片用摄像机拍摄，而这部片子最有创意的是，它用的竟然是执法记录仪的第一视角。不光代入感和真实感极强，重点是整部电影全程高能，剧情更是相当邪性，以至于剪片子时都给我剪睡着了。最后还是我妈掐我人中才把我叫醒。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30刷到这部连鬼看了都会尿裤子的大尺度限制级恐怖片《执法记录》。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开始。男主老白是个警察，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同事老黑在城市巡逻。这天俩人本来值夜班摸鱼呢，就等着下班回家媳妇孩子热炕头，结果总部一个电话给俩人整得想骂娘，说有户人家报警家庭纠纷，俩人寻思这不就是小事一桩吗？这种案件每年恨不得都得处理180起，俩人开着警车就过去了，结果到地方敲门敲了半天，连个屁动静都没有。俩人正纳闷呢，嘎巴一下门自己开了个缝，紧接着一大群老鼠跟逃难一样从屋里窜出来了，给俩人吓一激灵。还没等缓过来，屋里直接传来女人那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给俩警察都吓了一大蹦。这时候俩人哪敢耽误啊，掏枪就往里冲。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这屋里破得跟垃圾场似的，臭气熏天，家具都烂透了，这也不像住人的地儿啊。下一秒又是一声惨叫，俩人赶紧拿对讲机喊总部要支援，结果喊了半天，对讲机里全是刺啦刺啦的杂音，根本没信号。这时候楼上男人的惨叫越来越大，俩人寻思人命关天，不能等了，干脆分头行动。老黑上楼，老白去地下室。你说这俩人是不是心大？这都啥情况了还敢分头？这不纯送人头吗？老黑刚上2楼就听见一个房间里有哭声，他哐当一下就把门踹开了，一进去那血腥味直冲脑门子，墙上全是血，还画满了歪歪扭扭的鬼符号，中间摆个婴儿床。老黑寻思是不是有孩子，赶紧过去看，结果这一看，老黑差点把昨天的晚饭吐出来。那婴儿床里哪是孩子啊，是一只被开膛破肚的狗子。老黑刚要喊，就感觉身后不对劲，一回头，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直勾勾站在门口，俩眼空洞，跟个僵尸似的，一动不动盯着他。老黑吓得魂都飞了，赶紧拿对讲机呼叫老白，结果对讲机还是没信号，合着这地方就像与世隔绝了一样。另一边老白呢，他摸到地下室，越走越深，结果走到头发现一个黑黢黢的大洞，深不见底，旁边墙上用血写了个单词，我查了一下，翻译过来是复活或者上升，反正就是那意思。老白盯着那洞，就感觉底下有啥东西在瞅他，让他瞬间打个冷战。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冒出来个男人，那男的怀里抱着个布包，老白怀疑他拿的可能是武器，当时就紧张了，举枪就让他把东西放下。 Show me your hands. Hey, don't move. Do not move. Sir, I am not going to ask you again, goddammit. Show me your hands. 结果那家伙跟没听见似的，一步一步就朝他靠近。老白这时候冷汗都把内裤打湿了，他接连又大声警告了2遍，可那男的根本没打算停下来。眼看就要到身边了，老白一哆嗦，老黑这边听见枪响，顿感不妙，拔腿就往楼下跑。过来一看，老白正站在尸体旁边，脸色煞白。老黑赶紧问咋回事，老白解释说这男的不听劝，一直朝我靠近，实在没办法才开的枪。然后俩人就想看看那男的怀里抱的啥，结果把布一掀开，俩人直接吓傻了，那布包里居然是个刚出生的小婴儿。我的妈呀，这一枪直接带走了2条人命。老白当时就慌了，他哪能想到是个孩子，他一直以为布里面包的是武器呢。这要是上报领导，他这警察还干不干了？房贷车贷，还有马上要出生的孩子，要是因为这事儿进去了，他这一大家子不就完了吗？老黑这时候反应过来了，说必须得上报总部，因为这是意外，咱实话实说，你最多停职调查，不至于坐牢。结果老白还是把他拦住了，说啥都不让报。俩人正吵着呢，楼上那个女人下来了，她一看见地上的丈夫和孩子，嗷的一声拔腿就跑，俩人赶紧追，最后在后院墙根那儿给堵住了。看这女人的情况明显不正常，老黑说要把她带回警局问话，结果老白死活不同意。就在这时，那女人突然捡起地上的碎瓶子，指着老白就喊 You will him now. Put it down. Ma'am, stop. Put down the bottle. Ma'am, we can get you the help that you need. Just please, put down the bottle. Right, stop. Right. 恐怖的是，这话刚说完，那女人直接拿瓶子抹了自己脖子，下一秒
老白当场被吓尿了，这一晚上就死了3个人了。老黑扛不住了，说啥都要报警，结果老白又拦着，说要是上报，咱俩都得玩完。你是我搭档，你也在场，你也脱不了干系。老黑这时候那叫一个纠结，一边是法律，一边是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最后心一软就同意了。可谁知这第一步错了，后面就要万劫不复了。冷静下来后，俩人就开始清理现场。老白去卫生间清洗血迹，摘掉了记录仪，接着给怀孕的老婆打了个电话。那时候都后半夜了，老白啥事儿都没说，就是简单的问候。殊不知这也是他跟爱人最后的一通电话了。挂了电话之后，他们把尸体里的弹头取出来，弹壳也捡走了。俩人编了个瞎话，说这女的嗑药了，失控杀了老公孩子，然后自杀了，编的那叫一个像模像样。可这时候有个事儿绕不过去啊，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会实时传云端的啊，这要是传上去，俩人这点小把戏不就全露馅了吗？没办法，老白就带着老黑找了个自己的线人黑客，想让人家把云端的视频删了。结果那黑客点开视频，看到那女人喊出 Put down the bottle. We can get you the help that you need. What does that mean? Please, put down the bottle. Right. I can't help you. 听到弟弟人这3个字时，黑客二话不说关上电脑就要走，临走时甩下一句，你准备好棺材吧，头也不回的走了。俩人当时就懵了，这黑客咋的了？看个视频吓成这样。这时候俩人还没当回事儿，结果这时候对讲机突然有信号了，总部说有人报警，在附近发现了个割喉的女尸。俩人一听坏菜了，这要是别的警察先到了，现场不就暴露了吗？俩人开着车就往那儿赶，结果到了地方一看，地上就只剩一滩血了，那女人的尸体竟然没了。更吓人的是，后面墙上还多了个用血画的符号，跟之前那房子里的一模一样。老黑这时候吓得腿都软了，说赶紧走赶紧走，这地方太邪门了。结果再一回头，只见老白站在那符号前面一动不动，喊他也没反应。过去一看，老白鼻子哗哗流血，俩眼睛空洞洞的，就跟被鬼附身了一样。老黑赶紧叫他，拍了半天老白才醒过来。醒过来就抱着脑袋喊疼，问他刚才发生啥了，他一点也不记得。这时候老白都快站不住了，老黑赶紧把他扶上车，要送他去医院。结果车刚开出去没多远，前面一群瘾君子直接把路给封了。要搁平时，这些瘾君子看到警车跑的那比兔子还快，可今天是咋回事？老黑眼看没办法，只好下车赶人。结果为首那个胡子男丝毫不怂。 You took something from us. He needs help. Move. You think you have any power here? 老黑哪有空想这话啥意思啊？先送老白看病要紧啊！上车顶着人群就挤了出去。结果这时候老白说啥都不愿意去医院，老黑没办法，就想到了自己老妈。他妈是个通灵师，就跟东北出马仙儿一样，平时帮人驱邪看看事儿，还帮人戒毒啥的，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俩人到了他妈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女的一直盯着老白，嘴里还不停念叨你拿了东西。老黑妈赶紧把那女的拉开，然后让老白坐下，接着就握住她的手，想看看她身上到底咋回事。结果刚碰到她的手，执法记录仪似乎就受到了一股干扰，刚说了2句话，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一股怪力直接把俩人的手给弹开了。老黑妈当时脸就变了，说你立刻马上回家陪你老婆，现在就走，不然有可怕的事儿就要发生了。老白一听当时就慌了，赶紧跑出去给老婆打电话，结果打了半天没人接。以前不管多晚他老婆都是秒接的，这时候没人接，老白彻底慌了，开着车疯狂往家赶。结果刚下车就看见他家大门上不知被谁画了那个血符号，我的妈呀，这玩意儿都跟到家了。老白当时头皮都麻了，掏枪就往里冲，边冲边喊老婆名字。结果屋里找了一圈根本没人，这时候楼上传来呜咽声，俩人赶紧上去踹开房门，就看见椅子上绑着个人，但这个人并不是他老婆，居然是之前那个跑了的黑客。老白赶紧给人松绑，追问他老婆人在哪，结果还没等黑客说话，那黑客突然就开始剧烈吐血，吐了一地血不说，下一秒他的嘴越张越大，跟要裂开了似的，然后就发出那种不是人的声音。 Who are you? What have you done with Michelle? Look at you. Look at what you are. All this power you couldn't even protect your wife. Where is she? She screamed for you. She screamed your name. You weren't there. I was there. She will rise when she descends. So your little girl. Fuck you! 老白当时就怒了，举枪就要打，结果那黑客突然发出那种怪物的咆哮，俩人吓得转身就跑。这时的执法记录仪也受到了强烈的干扰，开始模糊不清。
俩人连滚带爬的跑上车，这时候老黑说必须赶紧联系总部，让他们来帮忙。结果老白似乎知道了什么，说这根本没用，恶灵能瘫痪所有设备，附体杀人，总部来多少人都白搭，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捣黄龙，把那玩意儿干了。然后俩人就去找之前那群拦路的瘾君子，老白掏枪顶着那胡子男的脑袋，让他交出自己老婆，不然我崩了他。结果那胡子男跟早就知道他会来似的，丝毫不怕，笑着就领着他们进了一栋废弃楼。那楼里破得不成样，墙上也写满了字。老白看着这些字，鼻子又开始忍不住流血了。你说这邪不邪门？很快，胡子男在一个房间门口停下，推开门，结果里面是空的，啥都没有。老白当时就疯了，上去就干他。结果那胡子男从始至终还那句话：你从我们这儿拿走什么，我们就从你这儿拿走什么。老白这下彻底怒了，抬手就是一枪，直接给那胡子男崩了。你说这时候的老白已经彻底疯了，从一个警察变成了疯狂的杀人凶手。紧接着老白面无表情的走了，转头就把自己锁进了洗手间。老黑在外面使劲敲门劝他，可这时的老白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就在老白头疼欲裂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了动静。下一秒里面传来老白撕心裂肺的惨叫，老黑吓得一脚就把门踹开了。进去一看，老白七窍流血瘫在地上，对面墙上又多了那个血符号。老黑正想问咋回事，老白突然猛地站起来冲了出去，嘴里喊着老婆在楼上，他们在伤害他。说完拔腿就跑，老黑赶紧追，一路追上天台，结果就看见老白坐在地上抱着一团空气在那哭。 Look at what they did to her. It was too late. Look at what they've done. Bryce, I don't know what you feel, but they took her. 老黑当时就傻了，说老白你干啥呢？这根本没人啊！结果老白跟没听见似的，嘴里还在絮絮叨叨。然后他慢慢站起来，一步步退到天台边缘，还没等老黑反应，砰的一枪。老黑当时就崩溃了，转身就往楼下跑，可刚到楼道就被那个已经死了的大胡子拦住了去路。说完就朝老黑扑来，求生的本能让老黑发疯似的逃跑，结果跑到楼下一看，老白的尸体竟然没了。刚才明明从天台掉下来砸在车引擎盖上，并且还砸出个大坑，结果现在车顶上就剩个坑，人没了。老黑吓得魂都没了，赶紧上车打火，结果这车怎么都打不着，他彻底崩溃了，拿起执法记录仪对着镜头开始说遗言。说完他又试了试打火，结果这次竟然打着了，他猛踩油门就跑，然后拿对讲机喊总部，结果对讲机里传来的根本不是总部的声音，而是那种恶魔的鬼笑。What do you want? You've already taken it. You took something from us. We take something from you. No, fuck you! 更邪门的是，老黑明明在主干道上开，结果开着开着，之前那栋邪门的房子突然就出现在他正前方。他吓得赶紧左打方向盘，踩油门就跑，结果开了没1分钟，光影一闪，那房子再次出现在前面了。不管他怎么开，往哪开，那房子就跟长在他前面似的，甩都甩不掉。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老黑这时候彻底破防了，赶紧给老妈打电话，结果这电话居然打通了。 Jerome? Ma, I need you. What's happen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Just follow my voice. Let me be your light. 听到母亲这么说，小黑就根据声音一路开车狂奔，不知开了多久，车再次抛锚了。恐怖的是，正好又停在那栋房子门口。老黑坐在车里，周围静得可怕，他知道这下真跑不掉了，与其在这儿等死，不如进去看看到底是啥玩意儿在搞鬼，反正已经死路一条了，不如直接跟他硬刚一把。他重新带好执法记录仪，推开门就走进了那栋房子。刚进去，对讲机里竟然传来老白的声音。Here. Oh, God, there you are. You found me. You need to hurry. Bryce? I found Michelle, man. I found her. She's where they don't go. I watched you die, Bryce. You're not real. After the baby. We need you here. I can't do this alone. 老黑当时就懵了，老白不是已经死了吗？这肯定又是那恶灵的鬼把戏啊！可就在这时候，洞里传来了他嫂子的惨叫声。那声儿真真切切的，老黑一下子就分不清真假了。
他寻思，万一要是真的呢？万一嫂子真的在里面呢？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可那洞那么深，连个梯子都没有。情急之下，老黑心一横，直接跳下去了。结果他没摔死，掉下去之后，居然到了一个像废弃工厂的地方，周围黑黢黢的。他拿着手电筒，循着声音就往前走，推开一扇门，他当时就傻了。两排人整整齐齐站在两边，个个都仰着头，一动不动，跟僵尸似的。正中间的老白，不对，是被附身的老白，正在给他老婆接生。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下一秒，老黑这时候才看见老白的半边脸都烂没了。关键这时候手电筒突然灭了，闪了一下，再亮的时候，房间里的人都以一种诡异的表情盯着老黑。就在这时，老白的身后缓缓出现了一个东西，那玩意儿根本没法形容，就是个巨大的骷髅，身上长满了骨刺。老黑吓得转身就跑，可那婴儿的哭声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甩都甩不掉。为了活命，老黑只能不停地狂奔，没跑多远就跑到死胡同了。一转头，老白抱着那个孩子就站在他面前。老黑刚准备举枪射击，结果这时候他身后出现了一个人，老黑一看直接愣住了，那是他姐姐。他姐姐10几年前就因为车祸死了。老黑这时候心理防线彻底崩了，恶魔趁机就把老黑也给吞噬了。与此同时，老黑的妈妈带着2个警察终于赶到了那栋房子。他立刻冲进地下室，就看见老黑站在洞口背对着他，他喊了一声儿子，结果老黑一回头，他妈吓得连连后退，俩眼睛全白了，已经彻底被附身了。紧接着那个死去的姐姐居然也从坑里爬了出来，黑妈转身想跑，结果周围突然冒出来好多被附身的人，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就在3人无路可逃时，那个巨大的恶魔嗷的一声从坑里飞了出来，把所有人一个一个全都拖进了那个黑洞里。执法记录仪最后拍到的就是恶魔的真面目，紧接着电影也就结束了。你说这片子看到最后，我才明白，最恐怖的根本不是那个恶魔，而是老白说的第一个谎。你想啊，当时老白误杀了那对夫妻，其实他实话实说，真没啥大事儿。当时是因为那男的不听警告，步步紧逼，换哪个警察都会开枪，最多就是个意外，停职调查，也不至于坐牢，更不至于死啊。可他偏偏选择了隐瞒，就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保住自己的房贷车贷，就这一个谎，把老黑拉下水了，把黑客拉下水了，把老黑他妈还有那2个无辜的警察全都拉下水了。你说那对夫妻，人家根本不是坏人，人家是在给那个恶魔献祭孩子。结果老白倒好，一枪把人家的祭品给打死了，那恶魔能乐意吗？其实那恶魔的规矩也简单，你拿我的，我就拿你的，所以就盯上了老白没出生的孩子。还有老黑，你说他从头到尾都在做对的事儿，每次都说要报警，每次都被老白拦住，他最后妥协，不是因为他坏，是因为他不忍心看搭档家破人亡。可就是这份不忍心，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连他妈都没放过。你说这叫啥？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你撒了第一个谎，后面就得用无数个谎来圆，到最后把所有人都拖进地狱。现实里不也这样吗？有些人为了自己那点小利益，犯了错不敢认，就想着瞒，结果瞒来瞒去，把身边的人全都坑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这个理？所以说一开始犯了错，赶紧认，赶紧改，啥事儿没有。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